拜登引诱东盟对抗中国，砸下1个亿美元的血本，结果呢，收获了一个寂寞。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环球网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宣布将拨款1.02亿美元用于支持东盟地区的气候、卫生和教育等项目。他还夸下海口，钱还没给，拜登就开始了拙劣的表演。据报道，拜登将在美国与东盟举行的一场线上会议上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希望东盟成员国基于规则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紧接着，澳大利亚也承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00万剂新冠疫苗和94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用于应对该地区出现的复杂和新出现的挑战。说白了，其目的也是针对中国。那么，美国和澳大利亚向东南亚国家撒钱，其目的何在？他们想干什么？主要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呢，是弥补特朗普政府时期与东盟国家产生的关系裂痕。在特朗普主政时期，美国与东盟的峰会呢基本上中断了。执行美国优先的后果就是把东盟国家晾在了一边，双方的信任度严重下降。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拜登现在带上了1亿美元的胡萝卜，想通过这种变化来改变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但是1亿美元够用吗？第二，他企图通过这样的办法来破坏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来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大。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关键战略就是要破坏南海的和平和稳定。那为此呢，他必须要有东盟国家的配合才能奏效。美国在前一阵先后派出了国防部长、副国务卿等官员访问了新加坡、越南等国，都强调要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中国的意愿。而今年还是中国推进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行为准则的关键性时刻，美国为了阻止准则的签订，必须要有所行动，否则今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第三呢，他企图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平息东盟国家对美英澳等国组成奥斯库联盟的愤怒。奥斯库联盟的成立让包括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严重不安，他们主要担心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之后会引发区域军备竞赛。莫里森与美国都必须面对这么一个现象。这项交易不但破坏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关系，比如说法国就非常愤怒，而其他的西欧国家也在帮法国发声。其二呢，这项交易呢也引发了东盟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不信任。那么，美国和澳大利亚想通过给点小钱的方式来收买东盟，这样的办法有可能成功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就是收获个寂寞。包括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呢，其实早就已经表态，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国现在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南海局势呢，目前也是风平浪静。如果现在跳出来配合美国挑衅中国，简直就是在找死。就连越南这个曾经与中国在南海发生过激烈争端的国家都表示，要警惕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向中国保证不与域外国家合作来挑衅中国的利益。新加坡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他同样数次强调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战略。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不太对劲儿，如果连与中国矛盾最多的越南、与美国最亲密的新加坡都不愿意站在美国一边，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在南海挑衅中国呢？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哪怕他拉着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域外的国家跑到南海搞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是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中国的优势在哪里？第一，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非常大的贸易额。第二呢，美国从来只是利用东盟国家，而不会给东盟国家
带来什么好处。那么一旦双方发生冲突，最后美国人只会隔岸观火。第三，中国的整体实力呢现在非常强大，而且呢又不以大欺小，这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以中国搞好关系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冲突。第四，东盟国家明白中美的实力现在已经在发生变化，不选边站队已经变成了大家的共识。总而言之，中美实力的变化已经整体性的影响到了东盟国家的态度。奥库斯联盟的成立又等于给中国送上了一个神助。美国一次一次的拙劣表演，反而证明了霸权衰落时候的黔驴技穷。美澳想靠区区2亿美元就让东盟国家改变态度，恐怕已经不现实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